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咱们继续玩《地变修仙100天》，太猛了！你们的点赞太猛了，3001个点赞，你们都可以点到。我啥也不说了，本期视频点赞超过3002，咱们火速更新下一期，好吧？行了，那我也就废话不多说了。上期视频为了获得异火宝盒，我在下界刷分裂怪，就把我的等级给干到了筑基高阶。然而呢，好不容易得到的异火宝盒居然开出了一个寂寞，那怎么整？开出个寂寞也没办法呀，实在不行的话还得去下界。就这样把背包收拾了一下，我又来到了下界。这次我搞了一个3格高啊，这样刷的话我感觉比较省劲儿。那么这次呢，我感觉我的运气还是非常可以的，刷到了筑基圆满，我就得到了一个异火宝盒。我想这次总该可以了吧？异火就看这个了，天00地00给个3级异火，行不行？我裂开了。兄弟们，完全不要气馁，正所谓失败乃成功他妈呀！再一再二不再三，我决定再打最后一次。来，零食袋开啊！不是，我靠，这是8级妖丹吧？这是9级土属性妖丹，兄弟们，只有传说中的妖兽才会掉落。哎，这个还行啊！啊，不是还行，是太行了吧？这也。虽然异火没得到，但是咱这个妖丹盒开出了9级妖丹啊，兄弟们！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啊！我这绝对不是脸黑，只是运气不好。走着，再去下界。来到下界还是一样，哐哐又是一顿刷呀，兄弟们！开出了9级妖丹，我多少有点兴奋。打僵尸打的也是非常带劲。现在呢，由于我的道行是越来越高啊，攻击力这一块呢也增加了不少。打这种小僵尸就如同大象踩死一只蚂蚁。Later。兄弟们，注意我的左上角结丹中阶，经验等级呢也被我刷到了62级。这次我一口气搞到了2个异火宝盒，运气这一块的话也还算可以吧。如果这2个异火宝盒它再不出异火，我就立马弃坑了。来吧，这2个异火宝盒，如果再给我开不出异火来，我就倒立吃。What the fuck？ 哎，终于出了一个异火，兄弟们，紫薇星火2级阴属性异火，好漂亮！出了异火就行啊，你管它是什么异火呢，兄弟们？来，再把这零食袋给它开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像没有，哎，这是个7阶零食吗？6阶的、5阶的。哎呦，1阶的、5阶的、6阶的，牛逼牛逼牛逼！还有个未鉴定的，这几阶的？这也是7阶的吗？4阶的。4个异火宝盒，终于是开出了1个异火。下界刷怪2个小时左右，不得不说我有点难。那么有了这个2级异火，我们现在得抓紧制作炼气鼎。1级炼气鼎的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只需要用到炼药锅、铁锭和金锭。2级的炼气鼎不得不说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只不过我们需要来到交易所，带上我们的1级灵石来交换一点材料。这个东西呢，我就不想多说了啊，只要有灵石，你想换啥都可以。东西买完以后，2级炼气鼎也制作出来了。那么咱们这个青红剑，它需要的炼气鼎是2级以上的炼气鼎，也就是说咱们还需要制作一个3级的炼气鼎。但是我这一看还得需要精准采集呀，火石原石没有精准采集，根本你就搞不了。不得不说，前期这个附魔台的问题还真是个问题。随随便便翻了几下合成表，我发现这个整合包居然还有高级附魔台，兄弟们！如果有这玩意儿的话，咱们就不需要书架了。高级附魔台一放下，它必定带有精准采集呀！赶紧翻箱倒柜，我们来找找材料。梦影珍珠有，但是烈焰棒没有。烈焰棒2个地方可以获得，第一个就是下界的地狱城堡，第2个就是我之前翻车的地牢。地牢我是不敢去的，寄生虫太多了。地狱城堡倒还可以。那么去之前，我得先干一件事儿。没错，我已经是结丹中阶了，兄弟们，在下界刷了2个小时的怪，这时候再翻车，我的修为没了。可就不知道了，8级灵石一卖，6级灵石合成7级灵石，总算是交易到一个升级石。有了它以后，我们就不怕翻车了，最起码我们的修为就可以保住了。但是呢，在这其中有一个细节，兄弟们，你们注意我这个结丹中阶的黄色进度条，我们最好是把这个黄色进度条给它吃满，让我们自身达到一个结丹高阶。不要问为什么，这都是经验。因为你翻车以后，黄色进度条不管有多长，你升级时恢复以后，黄色进度条就会全都没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也是搞出了一点点灵石，我们来换一点点灵晶，无论如何都要给它升到高阶。就这样一番操作以后，我也是心想事成啊，看到了吧，炼丹高阶。这时候我们再用升级石给它保存一下。地狱城堡还不好找吗？就在我的传送门附近。你看这个地狱城堡多好，旁边就是一个烈焰灵的刷怪龙，那还等啥呀？3下5除2就把它解决了。得到了烈焰棒以后，我们还缺一样东西，那就是疏羽笔。疏羽笔的制作方法需要用到墨囊和羽毛。你看我家附近的寄生虫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说白了，我现在就是没有那个实力，要不然我定和他们大战100回合。来，咱们手持异火，看一下异火的威力。
嘿，2级异火威力可以啊，但是没掉墨囊是几个意思啊？没办法，再找一只鱿鱼吧。无路可走啊，兄弟们！我的妈呀！寄生虫实在太多了，河的两岸全都有。说实话，这一波我确实是有点冒险。还得是大宝剑，墨囊得到了，然后我就切换了一下视角。哎，追着我！墨囊是有了，鸡毛还没有呢。我们还要去找小鸡儿啊！于是乎，我就给这个寄生虫来了个虚晃一枪，声东击西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就这都能死了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裂开了呀，兄弟们！绿毛狮，我真服了呀！幸好我不惜一切代价做出了一个升级石，要不然这一波我真的是哭晕在厕所。材料总算是凑齐了，高级附魔台也就诞生了。放下高级附魔台，让我们先看一下，拿出我这把掉了1半耐久的镐子往上一放，好家伙，兄弟们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精准采集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这大清早的还挺吓人啊！啊，这附近万一有寄生虫的话，我又欧我了。不过这里还挺安全的啊，就目前来看还挺安全的，应该是没啥事儿。哎呦，你是个什么鬼？这个要不得我吧，兄弟们，我啥都没干呀！我忍不了，兄弟们，一而再再而三让我技术一哥很没有面子，是这里吧？你是个4级的银环豹，哇，你这个畜生，我跟你有什么仇什么冤呀，兄弟？哎，别整，别闹！哎呦，你真是闲的没事干了，你真是闲的刺挠，你真是。打不过他呀，先看点数吧。Day 4，兄弟们，材料挖回来了啊，总算是能用3级炼气鼎了。炼气鼎的位置啊，咱们就放在楼下就可以了。都放在楼上的话，空间确实有点小。炼气鼎整上以后，案台我也拿了下来，它俩都是配套的嘛。这么一整的话，这个空间刚刚好。现在我们只需要把材料放入炼气鼎中就 OK 了。当然了，这点材料对于我来说啊，都不是问题。钻石剑、2级的火属性腰带、陨铁、重铁我都有。陨铁呢，来源于陨石坑；重铁呢，挖矿的时候我都挖到过。2级的火属性腰带，我们去交易站换一下就可以了。所有物资准备完毕，兄弟们，为了制作一把青红剑，我也太难了。就这样，一段时间后，我的青红剑终于是炼制完毕。原版青红剑攻击速度1.6，攻击伤害18，而且我这把青红剑的品质还是一个超稀有的品质。不得不说，这几个小时的努力没有白费。好了，兄弟们，青红剑已经制作出来了。我的攻击力虽然只提升了一丢丢吧，但是我觉得也还不错。我背包中的零食啊，请你们忽略一下，这都是我拿钻石换的，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来玩即便修仙100天，3003个点赞，分分钟你们就给我拿下。好多粉丝说赶紧加点码吧，要不然你就快累死了。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咱们点赞超过3500，立马更新下一期。上期视频呢，我说我这个自愈奇石为什么耐久只剩1半了？好多粉丝可能误解了，却给我说起了自愈奇石的一些功能。其实这个自愈奇石我知道啊，它本来就是修复法宝用的嘛。我想说的是，自愈奇石为什么放在箱子里耐久莫名其妙就掉了1半？这件事如果你们知道，一定要告诉我一下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还要说一件事，兄弟们，我发现玩这个即便修仙100天呀，这个血月真的是太不适合了。在直播的时候呢，我也是亲自体验过，看过直播的兄弟们呢，应该也都知道，每次到了血月以后，我都开和平模式，不然的话，绝对就会出现这么一种场景：寄生虫大战分裂怪。我去，等会儿，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还剩10颗心，我的天，吓死我了，兄弟们，差一点就翻车呀！还好我反应快。看来这血月没事，我是不能出门了。所以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话题说，这寄生虫一旦遇到分裂怪，众所周知啊，打死僵尸以后可以掉灵气，可以掉真元，还可以掉落那个煞气。如果再加上异火宝盒、腐肉等等掉落物，我的电脑立马就卡死。所以我决定把血月这个模组给它取消掉。兄弟们，你们同意吗？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吧。所以接下来咱们来看一条评论，这位粉丝告诉我，在家里养羊是十分不安全的。如果我们染上了祭群之患，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把羊变成寄生虫。他的话果然灵验，但是当时我玩的时候，我说实话啊，我是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还以为我家里进了寄生虫呢。为什么这只羊莫名就变成了被感染的羊？所以说兄弟们，你们可千万不要像我一样
感染上鸡群之患以后，可千万不要靠近羊群啊！这只被感染的羊，幸好我发现的早，而且它又刚好卡在了墙里，要不然我家里这些羊肯定就没了。行了，说了这么多呢，都是我遇到的一些问题，希望也对你们有所帮助。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下今天的任务，3级法袍必须给它安排上，然后我还准备把我的修为等级给它提升到元婴圆满。制作3级法袍得需要288个羊毛，咱就说我家这几只羊，你想给它薅到288个羊毛也能薅。只不过我感觉挂机可能得需要很长时间，倒不如我们出去溜达溜达，一边探索一边寻找羊毛。不得不说，多是一件美事儿，说干就干，就这么办。可是我这一出门，好家伙，兄弟们，当时我就震惊了。被寄生虫堵门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必须得跟他干呀！就这样，我也没翻车几次吧。反正家门口的寄生虫我这清理的差不多了，但是我的修为等级又回到了凡人凡体。于是我决定拿出家中的2颗9级灵石，来到交易所，我们再兑换1颗升级石，2个9级的换到了18个7级的。买1颗升级石需要6个7级灵石，看来最近一段时间我应该是不缺升级石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提前购买1颗3级的水属性腰丹。然后呢，我家里之前攒了点羊毛，我让大家看一下紧罗布的合成配方。首先呢，6个羊毛这样摆，可以合成1个1级的云吕布，云吕布4个再加上1颗玉石，就可以得到紧罗布，1个紧罗布就等于24个羊毛。不能在家里待着，还得出来找啊！没想到今天运气还不错，我一看这个地方就不简单啊，水草丰美，物产丰富，这大绵羊到处都是，这不偷上了吗？兄弟们，我在这挂机5分钟，就好比我在家里挂机20分钟。可是我也是万万没想到啊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不止我自己看上了，还是那个猎兽。这个家伙他也过来凑热闹，他要把这里的羊全都杀光。这种情况，你说你上不上？你不上，不可能。反正是我必须上。但是上的结果呢？上的结果就是翻车呗，那翻车也得干呀，不干不行啊，这羊毛还差1半呢。所以接下来兄弟们，整个过程我就不说了吧。就在这个地方，我真的是遭受了非人的待遇。就这个被同化的羊，还有被同化的牛，还有我自己的分身，这我都能打得过，没问题。可是就是那个猎兽，我是真打不过。最后怎么说呢？不管翻车多少回吧，材料我总算是凑齐了，放进我的炼气鼎。现在咱们开始炼制，炼制的过程也非常的快。那么咱就说这个3级道袍穿上以后，我是不是非常的帅？觉得我非常帅的兄弟们，请把精神小伙打在公屏上好吗？不得不说，太完美了。而且穿上之前我还给道袍附魔了啊，浑身上下全是耐久3保护4，没办法，经验多就是造。穿上了3级道袍以后，好久没下矿了啊，该说不说，有点想念这个小矿洞了。可是我这刚来，您猜怎么着，兄弟们？啥意思啊？我这刚挖了一会儿矿，这让我赶紧滚蛋呀！这是，那恭敬不如从命，我先溜了。说实话，这次下矿呢，由于时间比较短，也没挖到几颗灵石，而且就挖到了2种灵石，3级灵石和6级灵石。钻石绿宝石的数量你们自己看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啊，再去下界刷下分裂怪。刷分裂怪的话，我凡人凡体去肯定不太行，下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，所以我决定啊，利用升级石把我这个修为给它恢复一下。恢复完了以后，我就准备下矿。接下来的一幕我说出来，你们可能都不信。我的天，什么鬼？我说刚才我被吓傻了，你们信吗？那么咱就说这群羊，你们觉得还有必要养着吗？赶紧拿下吧，虽然有点降低我的功德，但是为了以后能够平平安安，这次必须得拿下。为什么我杀羊也会变成寄生虫啊？血量回满以后来到下界，先把这只感染的羊给它解决掉。你他喵喵的！然后就是上期视频我们兄弟们，我说挖灵石和刷分裂怪到底哪个升级比较快，哪个比较好？你们的意见啊一致统一啊，那肯定是刷分裂怪呀。但是有的粉丝就说了，刷分裂怪啊可能多少有点无聊，是无聊肯定是无聊了一些，但是我不得不说，这真的是一种提高修为、捡到宝贝的好方法。那么在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问大家，我给青红剑附魔了一个风灵物以后，有的粉丝表示不赞同，他说对付寄生虫你最好是用亡灵杀手，还有的粉丝说寄生虫要用节制杀手。兄弟们，你们说对付寄生虫咱们是用亡灵杀手还是用节制杀手？从元婴中阶升到元婴高阶，不得不说真的是太难升了，我的经验等级都达到了79级了。这次得到的东西你们看一下，异火宝盒2个，腰丹盒1个，灵石袋9个，还有许多碎片，剩下的我就不说了。
回家之后先把9个零食袋给它开了，这次呢运气不咋地，但是开出一个升级石来，一个升级石等于6个7级零食，也还不错。那么异火宝盒呢，运气就不太好了，开了一个2级银属性异火，最后一个妖丹盒果然也没有欧气大爆发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来到下界继续刷。那么这次刷分裂怪啊，我也是发现了一个消灭分裂怪的好方法。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我现在属于是灵气爆发期，顾名思义，灵气无限回升啊。那我要说的就是，要想彻底消灭分裂怪，你用剑砍，你用拳头打都不好使，但是用异火是非常管用的。咱们就看这一波，我现在已经顺利升到了元婴圆满，开局定的目标我也达到了，所以说我觉得这帮僵尸没必要留了，于是我就拿出我的3级异火开始对付僵尸。然而你就看分裂怪瞬间都被我烧没了。来吧，回家之后还是先开异火宝盒。不得不说，今天的运气是真不咋地，4个异火宝盒没有开出一个高级异火，零食袋呢也不用多说了，一个高级零食我也没有开出来，最高级的当属7级零食吧。但是我最后的妖丹盒9级妖丹吧 ，Oh my god！ 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一口气开出2个9级属性的妖丹，牛逼！行了，啥也不说了，兄弟们，下期视频开始渡劫，再升级的话，我是不是就是化神期了？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来玩即便修仙100天，3500个点赞好像确实有点困难，我都等不及更新了，你们居然还没点到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咱们本期视频点赞超过3333，立马更新下一期。上期视频又刷分裂怪啊，把我的等级刷到了元婴圆满。那么今天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要给它突破，这次的突破也将迎来我的第1次渡劫，所以呢，我一定要提前做一点准备。那么做点什么准备？我觉得有必要做点神符。根据我多年的经验，神符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，尤其是在渡劫的时候，它的作用真的是大的不像话。来，首先我们坐在蒲团上静心的修炼一下，然后依靠蒲团来长一点真元。可是咱就说兄弟们，注意我的右上角，之前在我的直播存档当中我从来都没有遇到过，这次修炼居然出现了一个步履蹒跚，而且修炼完以后一点真元都没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哪位大兄弟可以告诉我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儿？本来我是想少吃几块零食，现在修炼一下长点真元，一会儿再制作一个制服台，做点精血符，然后我再修炼一下，这样前后一修炼，我觉得至少能省下一颗7级零食吧。这么一看的话，应该是没戏了。算了，咱们还是先说一下神符吧。制作神符呢，我们需要3样东西：草、纸加木板，就可以合成一张没有功能的神符。工具都已经带齐了，现在我们出去找一下。只不过收集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这帮寄生虫，这时候如果再翻车，我又要损失掉一颗升级石了。还好这次我的运气还真是不错，除了家门口的一只猎兽和一只被感染的牛，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遇到第3个寄生虫。草、纸、木板摆成这个熊样子就可以制作神符了。那么精血符的合成配方其实也是非常简单，精血1滴外加2个5级零食。那么咱们要想得到精血，需要做一把采血刀。来到交易所以后，我有必要提醒一下大家啊，上期视频我说我搞了288个妖毛才合成了一个3级道袍，其实得到这个云吕布啊非常的简单，我们只需要1级零食来交换就可以了。当时我是真不知道啊，为了收集这点破妖毛，我还翻车了好几次。在此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像我一样。那么得到了采血刀，我可就要玩把狠的了。没错，那就是自残，采集我自己的血液来制作精血符。目前我这个血量44滴血，可以采集3次，再多采集1次的话，我必然翻车。所以兄弟们，采集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手一抖啊，有可能就一命呜呼了。那么我的第1次渡劫呢，我倒觉得也不用太过于紧张。这次我准备搞它11张精血符，然后再搞几个金苹果，应该就差不多了吧。苹果呢，家里也没几个，7个苹果，制作7个金苹果。来吧兄弟们，咱就这次渡劫啊，进入化神期。觉得我能成功的咱们弹幕扣个1，觉得我不能成功的咱们弹幕扣个2。我本人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，晚上渡劫肯定是不行的，睡一觉，明天早上立马开始。睡觉之前再干一件事儿，那就是把我们的真元吃到差不多。目前我吃的零丁是由4级零食制作成的，就现在来看，真元的进度条长得已经不是特别明显了，剩下的4级零食都给它制作了吧，看来是留不住了。OK 兄弟们，第2天一大早咱们先吃上1颗金苹果，来吧，就让雷击来的更猛烈一些吧。什么情况？没有雷击？不会吧？原来我是幸运儿。那么在这里我得说一下兄弟们啊，刚才我的功德指数是499，而现在你再一看只剩139，换句话说就是我的功德太高了，我是个大好人啊兄弟们，就连雷都不劈我，你们还不点赞关注一下吗？这么好的一个大好人，你不点赞关注的话，真的是有点说不过去。就这样我们成功突破元婴，来到化神期。牛逼！来到了化神期，我干的第1件事首先是挖矿。最近呢，一直有粉丝给我留言啊，也是提醒我，建议我制作一把远程武器。那我就想啊，在这个生存中，什么样的远程武器才能对付得了寄生虫呢？弓不行吧？法杖也没有啊，那就只剩下枪了。
行了，我也不装了，我摊牌了啊！这个整合包呢，确实有枪械模组。之前我认为这个枪械模组在这个生存中真的是没有啥作用，所以说制作枪械我压根就没有考虑过。直到我在我的直播存档中尝试制作了一把加特林以后，什么效果我就先不说了啊，先卖个关子。那么接下来咱也不挖矿了。至于我为啥不挖矿了，你们听一下。不行啊，兄弟们，听到这个声音，我多少有点大小便失禁，实在是不敢挖了。好，回到家，现在咱们先制作一个枪械工作台。制作枪械工作台，我们就需要淡灰色混凝土。淡灰色混凝土粉末制作出来了。战战兢兢来到小河边，旁边还有一只寄生虫，我压根理都没理他。兄弟们，咱都化神出阶了，咱还怕他？开玩笑，我也顶多是用我的膀胱瞅那么一眼吧，我绝对不正眼看他。OK， 淡灰色混凝土，这不就得到了吗？枪械工作台，索性就放在门口吧。咱就打开它这个界面看，兄弟们啊，你就说吧，什么东西我制作不了？什么火箭筒啦、大炮、飞机、小坦克啦，你说出来，我就给你制作。38块铁钉换一把加特林，它的子弹用到的是普通子弹。现在问题又来了，我们家火药有限，我翻箱倒柜也仅仅是得到了15个火药，那还等啥？全部制作就完事儿了嘛。加特林这把枪呢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弹药非常充足。我这次呢，一共得到了488发子弹，最后全部塞进加特林里，居然还没有放满。在这里，加特林的弹药容量是500发，行，488发就488发吧，我估计呢应该也够用。那么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找到苦力怕。找到苦力怕干啥呢？绝对不是打苦力怕，为了得到火药。在这里呢，我先制作一个神器，先制作一把钓鱼竿，然后钓鱼竿和刷怪龙还能合成一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我也不知道叫啥，总之合成以后就钓鱼竿钓了一个刷怪龙。哎，就是这个玩意儿，攻击伤害还很高，23点攻击力。那么这个东西有啥用？一会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现在得到了化神初阶了，这如果晚上天黑出去找苦力怕的话，可能有点不太安全。那么首先我得把目标锁定在了地牢。我记得地牢应该是有一个苦力怕的刷怪龙的，但是我不敢确定。所以呢，这次探索地牢我也是非常的谨慎加仔细呀，每一个地方我都要去，每一个刷怪龙我都要看。总算是运气还不错，在这里让我遇到了2只苦力怕。拿出我们的钓竿打苦力怕，然后它就会掉落这么一个东西。我们只需要收集到16个，就可以制作一个苦力怕的烧坏弹。听起来还行吧，感觉挺简单的是吧？其实收集这个东西呢，真的是不太简单，兄弟们。你像我这是运气好，一下遇到2只苦力怕，后期的我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至于为啥不幸运，咱们先把这只苦力怕解决掉再说。解决到这群家伙还是非常简单的，而事实上，在我进入化神期之后，我的攻击力现在也变得是非常的猛，即便是寄生虫也可以被我3键拿下。在这里，我还差点酿成大祸，一只被同化的猪想要攻击我，3键拿下以后，没想到出现了一个1阶幻兽脊柱，这就能看出我的攻击力现在有多强了吧？1阶幻兽脊柱都挡不住我3键，兄弟们，我站起来了呀！我猜啊，现在肯定有粉丝要说你到处用加特林呀，急死我了。行，给你们展示一下，也让你们体会一下什么叫恐怖如斯，什么叫吃大便了。就目前来说，加特林的存在真的是怎么说呢，兄弟们，我都不会形容了，多多少少有点破坏游戏平衡吧。子弹现在太少了，打这种僵尸我都不舍得用。行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就先到这儿吧。制作一个苦力怕的烧怪弹，目前对我来说确实不是一件易事儿。关注我，下期视频更加精彩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玩祭奠修仙100天。说你们点赞快吧，3500个点赞还真有点费劲。说你们点赞慢吧，3333个点赞，分分钟就给我点到了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这期视频我就取一个中间值啊，点赞超过3400，咱们立马更新下一期。镜头一转，我们还是回到地牢。上期视频我们制作出了加特林，就目前来说，这把加特林的伤害真的是所向披靡。可是有的粉丝说呢，加特林前期还可以，后期的话你试试吧。寄生虫一来，你连个毛你都打不动，毛都打不动。这是啥意思啊？言外之意就是伤害很拉胯呗，拉不拉胯我不管，我就喜欢这一款，目前伤害可以就行了。到了后期以后，那我的武器不也是升级吗？行了，咱们还是继续寻找苦力怕呀。这个地牢我这一看也挺奇葩，连接了一个矿洞，其实也是好事儿。地牢里刷新的苦力怕很少，矿洞里有可能很多。清理一下背包，我们开始探索。可是我这探索着，我好像又回来了。回来以后，我好像还遇到事儿了。我的妈！3只猎兽向我迎面扑来，当时我想对没想，拿出加特林，我就是一顿狂扫啊！干掉猎兽以后，底下还有一个寄生柱，兄弟们看这血量，当时我该说不说，差点就吓尿了。关键时刻，我使出了我祖传的华氏迷踪步，手持加特林越过层层障碍，一匹同化的马还想拦住我的去路，那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拿下同化的马以后，我再回头看，该说不说，目前我现在是啥也看不见。兄弟们，咱就看寄生柱这个血量，只要它掉血就 OK 了嘛，看不到又怎样？牛逼！怎么说？加特林有用没有用？我只能说太秀了，兄弟们！我估计这一波也就是我拿了加特林，我如果用剑打的话，结果还真说不好。
因为我加特林是远攻啊，拿电打的话就是近战，近战的话寄生柱还会召唤。我已经挖了几个刷怪龙，我都记不清了，反正目前为止一个苦力怕的刷怪龙我都没看到。有了刚才的惊心动魄，该说不说，我信心提升很大，手持一把青红剑也敢与被同化的人类正面叫板一下。总体来说，我进入了化神期以后还是变强了。就这样，很快啊，我就来到了地牢的最底层。其实本来我是想回家的，但是想着都探索到这里了，这里的宝箱我总该要开一下吧。可是就在这里，兄弟们看，一只被同化的大蜘蛛居然被我遇到了。然而这一波我也是福大命大呀，由于我的身上着着火，再加上这个地方确实刷怪也比较多，当时遇到这个大蜘蛛我压根就没有在意。注意我的血量，2下就被他干掉了30多滴血，幸好我攻击力还可以，这一波又差点翻车。那这个地方到底有啥宝贝啊？我也不想多说了。说实话，现在啥宝贝我能看得上了，但是咱就说这个人啊，还是不能太嚣张。底下的刷怪中清理完毕，宝箱我也打开了。当时我估计可能是哪根神经搭错了，我顺着水流我就爬上来了。爬上来之后，你们看我就遭遇到了猎兽。一直有粉丝说我不会用盾牌，今天我还就真给你们用一下。可是你们看盾牌有用吗？也就挡了3下猎兽的进攻，盾牌就爆了。但是盾牌爆了以后没有事儿，我仍然是把猎兽给解决了。说明啥，兄弟们？说明我现在根本就不用怕猎兽了。他打我一下，我现在几乎不掉血了。既然猎兽都不怕了，我还怕个锤子呀！于是乎啊，我就继续向前走。我一看前方是一个末影人的刷怪龙，吃了几个土豆，简单恢复了一下保湿度，我就冲了过去。猎兽还是以前的猎兽，但是我已经不是曾经的我。其实当时呢，我好像也没有多想，我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猎兽。一般召唤猎兽的都是寄生柱，可是我这打了半天并没有寄生柱啊。正当我在纳闷之时，果然还是这个家伙呀！幸好我的加特林子弹还保留了一点点，刚要举起加特林，猎兽又来了。为了这个家伙，我可不能浪费子弹。拿下猎兽以后，再次举起我的加特林。兄弟们，还得是他呀，要不然怎么会有人说加特林是最牛逼的武器呢？行了，如此一来的话，我是连续拿下了2个大寄生柱啊！就现在来说，我真的是自信心爆棚，兄弟们，有种谁也不怕的感觉了。于是乎啊，偷偷的摸过去。那么解决了寄生柱以后，看似这个地方风平浪静，其实呢还有好多猎兽躲在了我的头顶上。我这一过来，被他搞了一个小偷袭，然后紧接着又是2只猎兽，完了，我的血量瞬间变成个位数。不得不说，此时的我有点慌，血量来到4颗星，有点大小便失禁。刚想在这躲一躲，没想到这还是个天梯。地牢里面真可怕，根本没有苦力怕，找了半天找到仨猎兽，把我打回家。回家之后没停下，晚上出来刷一刷。凡人凡体不可怕，早点遇到苦力怕。地牢的刷怪名额有可能是被占据了，所以说刷新苦力怕真的是越来越少。反正都已经凡人凡体了，还是晚上出来溜达溜达吧。咱就说我这一溜达，那肯定是有所发现。巧了，分裂怪又遇到了寄生虫，那我这一波该说不说，必须得过去呀。捡捡漏，它不香吗，兄弟们？嘎嘎香！我本来是想用一火对付他们，可是我一想，我都是凡人凡体了，我也没有灵气了，我拿一火也没用啊。于是乎啊，他们手持大宝剑跟他们干，哎，2只寄生虫，哎，我就完蛋。凡人凡体是不行啊，攻击力下降的厉害。先把背包整理一下吧，一会儿我还得出去。然而就在我整理背包的时候，兄弟们千万不要说我是个大聪明。当时我是咋想的呀？我这在地牢努力了半天，一共就得到了5个碎片，我居然想都没想扔进了垃圾桶。那我这一边再战，我可真得谨慎一点了。可是这有时候吧，你想谨慎的话，也是没法谨慎的。就比如这一波，按道理来说，在水中作战我比较占优势。当然了，我说的是比较占优势，万万没有想到寄生虫在水里跑的也是如此之快。咱就说兄弟们，这个寄生虫怎么来到我家里的？屋楼偏逢连夜雨啊！这寄生虫今天难道是要把我打服吗？于是乎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没错，去下界。这个方法很好，看来只能硬干了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不得不说，我是真的有一定实力的。连续被寄生虫打了这几次，我都没有注意，我的3级道袍的帽子居然被打爆了。算了，索性我也不制作了，把衣服、裤子和鞋子简单修复一下。等我做出苦力怕刷怪龙以后，我准备搞他一身5级道袍。修好道袍以后，天也亮了，白天也不能闲着呀。于是我就挖到了一处矿洞。这个矿洞呢，说实话还真挺不错。来了以后，我就遇到了一只苦力怕，但是呢，咱也不知为啥，这个矿洞内还有2只被同化的狼。
占据地形的优势，把两只同框的狼给它拿下。确定安全了，咱们再下来。下来以后，我这一看，我就说嘛，为什么会有两只被同化的狼呀？原来这上面还有一只猎兽。加特林的子弹都用完了，现在我跟猎兽打，那就是白白送死。拉开距离，先把苦力怕给它拿下。捡起苦力怕掉落的碎片，我们赶紧溜。那这个矿洞呢，咱就说句实话，也并不是特别大。溜达一圈回来之后，还得面对这只猎兽。加特林好像还有几发子弹，看看能不能解决它吧。完了，就差2发子弹的伤害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，拼了吧！碍事呢。啊，就这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这次收集这个苦力怕烧白弹的碎片，我真的是翻车无数。简单算了一下，大概10几次吧。确实也是没办法，兄弟们，苦力怕的刷新呢，大多数都在晚上。这个晚上你们也看到了，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呀。我凡人凡体打寄生虫没有加特林的情况下，1打1还可以，1打2我就打不过。但是呢，最后呢倒也还不错，总算是收集齐了。这刷怪龙放在哪？我觉得还是放在下界吧。行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刷一会儿苦力怕了。有了加特林的强力输出，咱们先别说后期，前期的话我应该是无敌了。子弹问题解决了，那不就是无敌了吗？好了，不说了，喜欢本期视频千万不要忘记留下你的关注和点赞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不是强了一点半点啊！哎！哦！哎呦我的妈呀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咱们继续来玩《祭奠修仙100天》。你们的点赞啊，实在是太快了，3002个点赞都难不倒你们吗？既然这样的话，本期视频点赞超过3003，我就立马更新下一期，好吧？那么这几天呢，陆陆续续就搞到了这么多书，一共就14个书架，我准备给它摆到高级抚摸台旁边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我感觉有必要再给它设计一下。弄完以后呢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。等我们以后有了书架，再给它加高。现在拿出咱们的青红剑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它附个魔的。亡灵杀手、节制杀手就算了啊，咱们直接搞一个锋利5，抢夺3和横扫之刃肯定也需要，耐久的话也搞一个吧，毕竟我现在有这么多经验嘛。不行的话，再加个击退也行。火焰附加的话，我倒觉得没必要。这次总共消耗3500经验左右，问题不是很大，毕竟我现在身上有接近1万的经验。来吧，就是它了。攻击伤害没有提升多少，封完魔以后达到了21。好，那么有了这把青红剑，兄弟们，我觉得有必要啊去地牢嘚瑟一下了。然后呢，我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要做一身装备。做什么装备？就要做一个3级的法袍。我们先把合成配方给它弄出来。那这个3级的法袍呢，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，需要很多羊毛来合成。我估计啊，一时半会儿应该是合成不了，因为这个装备真的是需要太多羊毛了。好了，兄弟们，不墨迹了。现在你们来看这个地牢，这是我外出探索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。那这个地牢呢，相比其他地牢就高级的很多，我愿称它为高级地牢。最起码人家这个风格，咱们看嘛，是不是看上去很舒服？而且这个内部装修呢，也没有残缺。当时我发现了以后呢，也是小小的探索了一下。那么咱们今天来啊，一是检验一下青红剑的威力，第二个我就是觉得这个地牢中啊，可能有很多宝贝。你看我说啥来着？来了之后就有书架，最主要的是还有不少，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？你这个小刷刷，你在我青红剑面前，你不就是个弟弟吗？挖掉！青红剑一出手，果然就是不一样。我怎么感觉我现在可以跟寄生虫杠一杠了？你射谁呢？出古怪！我操，很强啊！再强不也是我的手下败将吗？哎。你就说巧不巧吧，我就这么随便一跳，刚好就在我落地的地方，它就有个坑。不过没有事儿，这个矿洞可能是由于我第一次来，应该还算是比较安全的。就你们这些小刷刷，就你这还跟我俩打，跟谁俩呢啊？跟谁俩呢？跟谁俩的？确实强了，兄弟们！哦呦，确实强了，兄弟们！不是强了一点半点啊！哎，一只寄生虫我肯定打得过，2只寄生虫一块上，我觉得有点难搞。说实话，刚才的一瞬间我都不知道咋办了，好像除了打高高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吧？哦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的喵的又炸了。我是真无语了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拼他一拼呢。出门探索不可能了，去地牢玩耍也不可能了，我还是老老实实来矿洞挖矿吧，挖点钻石、绿宝石，挖点灵石，回家搞点灵晶，吃一吃的话，再把咱们的 CV 等级给它涨起来。
不过你们得注意啊，我之前是有个升级石的，只不过呢我现在不能用。如果现在我用了，又在矿洞翻了车，那我可真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。但是呢，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矿洞很安全，我就跟你们说，真的是邪了门了，怕啥来啥。这一波还好我机智，一个被同化的村民，哟，我的青红剑第一次对战寄生虫，你还别说，这个威力可以啊！就刚才在地牢那一波，我如果真跟他们打的话，我还真不一定能输呢。况且我的道行也不一样啊，刚才我是炼气元嘛，现在我是一个凡人凡体，这攻击力就差了108000里。看来我是小看我自己了，我现在怎么着也算是一个天使级别的了。来吧，也没挖多长时间，兄弟们啊，这挖着挖着呢，我就不想挖了，总感觉这个矿洞呢还是比较危险，一块7级灵石都没有挖到，6级灵石都挖了几块。然后在这里我得问一下兄弟们啊，你们看看我这个自愈奇石是咋回事啊？这自愈奇石的耐久莫名其妙就掉了一半，特性 bug 咱也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啊。行了，那这背包整理完以后，咱们先干一件大事，还得是说我那个3级法袍。我刚才出门观察了一下，由于家门口寄生虫比较多，本来我家门前有6、7只小咩咩，现在我再一看，好家伙，还剩3只了。我觉得我有必要建一个养殖场了，把这个羊给它繁殖一下。怎么繁殖很好办啊，咱们直接抱起来往家跑。兄弟们，这很合理，没毛病。然后再使用精准采集的镐子给它搞一点草方块，这不就 OK 了吗？回家之后，草方块给它铺上，铺完以后用栅栏稍微给它围一下，然后把地毯给它放到栅栏上，方便我们进出剪羊毛。最后一步把羊抱进来就 OK 了。我估计用不了几天，我家的羊毛就可以凑够了。一切搞好以后来到交易所，我觉得很有必要啊，再兑换一个升级石。今天呢，我也定个小目标，我看靠吃灵晶的方法升到元婴肯定是不太可能了。我准备兑换一个升级石以后，我们去下界再刷分裂怪，把我的道行整体突破元婴。你们也看到了，这几天的努力全在这里了，绿宝石、钻石统统拿来换成灵石。换完以后，我这一看，好家伙，我这钻石和绿宝石加起来差不多也得有700颗。然而换成7级灵石的话，只换了2颗。说实话，我也挺不容易啊。最后这东拼西凑，总算是可以再交换一个升级石了。之前的升级石我们给它用掉，把我的修为再回到阶段高阶，然后家里的4级灵石我们来兑换一点灵晶。这次再用升级石储存的话，总不可能原地踏步吧？很轻松啊，我就升到了阶段圆满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咱们就做一个实验，做一个什么实验？我就要看一看，是我下矿洞挖灵石升级快，还是去下界打分裂怪掉落的异火宝盒？哎，不对，是灵石袋和妖丹盒。这2个东西肯定是得到的越多越好。最主要的是下界打分裂怪，我们不但可以增加修为，而且我们的功德也会增长。行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修复好这把镐子，立马出发。还是那句话，刷分裂怪我是真不想多说了，一会儿你们就看我的修为和看我的等级就 OK 了嘛。这次打怪呢，我也是记了一下时，30分钟，我估计突破结丹肯定是没有问题，只是升到元婴，升到什么阶段，是初阶还是中阶还是高阶，能得到几个异火宝盒，能得到几个妖丹盒，能得到几个灵石袋，这些呢，我觉得是最主要的。Day 4，来吧，兄弟们，终于刷回来了。你看我宝剑啊，我这把青红剑耐久都刷没了，刷到了腐肉将近4000个。灵石袋10个，妖丹盒3个，然后1个异火宝盒，这次我都没有刷到啊。那当然碎片刷到不少，碎片刷到了4个碎片，也不是很多啊，但是确实挺难刷。但是我经验等级达到了73级，而且我的这个修为达到了元婴中阶啊。我本来想达到高阶，我这一看太难了，估计还得再刷半小时。我们看妖丹啊，1级、2级、3级、3级，1级、2级、3级、3级啊。来吧，这10个灵石袋和这3个妖丹盒，咱们给它开一下，兄弟们啊！灵石袋开出一个9阶的，开出一个9级的灵石，咱们就赚了；妖丹盒开出一个9级的，咱们也赚了，好吧？先吃块腐肉压压惊。准备了啊，兄弟们！1个没看清，2个，哎，这是7阶的吧？牛逼！3个。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，兄弟们，我说啥来着？9阶的来了吧，兄弟们，9阶的来了吧？那我就赚了，无所谓了。升级石开不出来吗？升级石没开出来，那我就赚了6阶的、5阶的、7阶的、9阶的，漂亮，赚了啊，赚大发了。妖丹盒9阶妖丹开出1个就赚了啊，1个好像没有。2个，有1个，绝对是9阶妖丹，绝对是9阶妖丹，牛逼！9级木属性妖丹，3个还有吗？没了。兄弟们，这30分钟怎么说？你们觉得是挖灵石好，还是刷分裂怪比较好？
评论区告诉我，反正我觉得我这次肯定是赚到了9级单加9级零食，况且我的修为还达到了元灵中阶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继续玩《极变修仙100天》，3400个点赞对兄弟们而言简直就是洒水。半夜12点，赶紧再加更一期视频。那么本期视频点赞突破3666，我就立马更新下一期。上期视频我们刷分裂怪，把我的等级也升到了化神高阶，并且穿上了5级道袍。既然装备都变成5级的了，那么我们的武器是不是也该升级一下了？升级武器呢，那是肯定的。但是升级之前呢，我还有件事儿。我之前问大家，为什么我坐在蒲团上修炼，它不长真元？有的粉丝给我留言，我也看到了，原来是我没有修炼功法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制作一个舞蹈台，看看我们能不能搞出一本天阶的功法。点开舞蹈台的合成配方，咱们看一下，非常的苛刻，并不是所有的原木都可以制作，它只能用深色橡木或者是金合花木才能制作。我家里肯定是没有，我出门都很少，怎么可能有这2种木头？那就选一个良辰吉日，咱们出去寻找一下。靠我这2条大白腿肯定是不行了，家里有鞘翅，我们必须得用上。可是你不要以为有鞘翅你就可以找得到，在这个整合包当中我就纳了个闷儿的，除了针叶林就是橡木。我这飞了3天3夜，我毛线我都没找到啊，兄弟们！但是你们要知道，得到舞蹈台的方法还有一种，那就找到练武场。运气还不错，寻找到第4天，我在村庄的旁边就发现了一个练武场。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多说了吧？来了以后就是一顿搜刮嘛，有啥拿啥，就跟到了自己家一样，一点都不需要拘束。至于在这里都得到了啥，我也不想多说了。反正我得到舞蹈台，那不就 OK 了吗？回到家之后，我看了一下，兄弟们啊，家里的碎片其实还真没有多少。那么关于这个功法呢，我在网上也是找了一个攻略，具体呢我有点说不清楚。我在我的直播村当中，当时我是实验了一次，按照网上的方法买，确实是在第2次就绝对可以得到一本天阶的功法。当然了，这次我是肯定没有得到。一呢，因为我的碎片也没有那么多；二呢，还是因为我的碎片没有那么多。但是总归还算不错。最后一次机会，我总算是得到了一个跟我的灵根相匹配的功法。没错，就是这本图形人阶功法。人阶就人阶吧，没办法呀，我们得坐在蒲团上修炼呀。来，咱们先坐下，坐下以后，我们一直按住6键，然后呢，就什么天灵灵、地灵灵，我看你是真的行，什么水灵灵、火灵灵、天地玄黄、宇宙洪荒，总之就是一顿念叨吧。大概过了10几秒钟，我的功法就领悟成功了。不得不说，我可真是个大聪明，这功法我都能领悟成功，我简直帅呆了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见证另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坐到蒲团上修炼，看看能不能增加真元。往上一坐我就害怕了，兄弟们注意右上角，这个步履蹒跚它又出来了。但是修炼结束以后，我增加了800点真元，果然就是功法的问题。好，既然修炼的问题解决了，咱们就来说一下武器升级吧。这次的武器升级呢，我本来是想做一把旱地锤，但是我一想，旱地锤我在直播的存档当中用过，威力吧说实话还真不错，只不过刷分裂怪的话可能有点拉胯。于是乎我就准备搞一把雷击木剑，也是一个5级法宝。咱们先看一下它的合成配方，大多数还是采用雷击木，还有一把雪木剑。那么雪木剑呢，又属于是一个3级法宝，那么我们就再搞一个3级法宝雪木剑的图纸。咱们再看一下雪木剑的制作配方，材料都是非常简单啊，都得是需要雪桃木。那就废话不多说了，直接就去桃木林吧。桃木林里的雪桃木还是非常多的，一会儿功夫我基本上就收集齐了。雪桃木如何变成雷击木，我也不想多说了，这些过程完全省略。按照配方摆上以后开始炼制。兄弟们，如果你们面前摆着一把旱地锤和一把雷击木剑，这2把武器你们会选谁呢？就这样，很快啊，我的雷击木剑就做好了，攻速 1.6， 攻击伤害可以达到47，这攻击伤害有点牛批呀。来，放到地上，大家欣赏一下。该说不说，这把雷击木剑的外观啊，还是十分低调的。和青红剑一比的话，我只能说是朴实无华，还是一样给它附魔，锋利无耐久3，抢夺3，击退2，再来一个横扫之刃。附完魔以后，攻击伤害刚好达到50，5级的道袍，5级的雷击木剑。就目前来说，兄弟们，我在主世界基本上可以说是站起来了。目前我是化神圆满。哎，对了，说到这个化神圆满，我还有个疑问啊，兄弟们，刚才这一点我忘记说了，有谁知道为什么我的真元莫名其妙的增加呀？今天刚开始玩的时候，我明明是化神高阶，虽然靠着修炼也涨了不少真元，但是从高阶到圆满，我真的是没有修炼，它这个真元就自己在涨。你们看，就像现在涨到现在以后，它就不涨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既然都给我涨到圆满了，那我不突破一下化神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。所以说，兄弟们，废话不多说，立马去下界刷一刷分裂怪，刚好也可以测试一下我们这把雷击木剑。来吧，目前这个熊样子，我估计刷分裂怪还真得刷一会儿，大概得需要20分钟吧。20分钟能刷到，那也挺不容易的。OK， 它整个过程还是完全省略，兄弟们。哎，等等，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雷击木剑的使用感受。单挑一只僵尸的话，我觉得还真是没什么感受，但是面对一群僵尸，我就有话要说了。这手感说实话还真是不如青红剑，甚至有时候我还觉得伤害还比青红剑低。选这个武器法宝，我是不是选错了呀，兄弟们？打击感并不是特别的强。总之，
不太好。Later， 你还别说，我算的还真挺准，前后用时18分钟，就差一丢丢啊，我就开始渡劫了。经验等级也被我刷到了119级，剩下的分裂怪我们用一火给它解决掉。回家之后先看一下这次的收获吧。碎片呢得到的非常少，腰弹盒7个，异火宝盒3个，零食袋11个，还有1颗升级石，我也不知道是咋得到的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咱们先渡劫。练武场得到了3张精血符，我上次呢还自己制作了11张精血符，加起来一共14张，咱们看看能否渡劫成功。这次呢我也确实是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其实现在我的功德也挺高，1000多呢，但是呢还是遭到了雷劈。渡劫刚开始我们先磕上几颗金苹果，后期的话可能金苹果都来不及磕了。哦，兄弟们，成功了！就这也不过如此嘛！前后一共使用了4张金血符，你们是不是还愣着呀？把恭喜一个打在公屏上啊，兄弟们！我已经成功进入炼虚期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，兄弟们！走着，回家把刚才得到的零食袋给它开一下。但愿今天不要像昨天一样脸黑，争取我可以开出3个9级腰弹，外加3个9级零食吧。那就来吧，兄弟们，扣个666，再为我出个力行吗？那我就开了。完了，第一个没有，坏了，第二个也没有。我去，第3个好像还没有，是不是没人打666啊？3个腰弹盒没开出1个9级腰弹。耶，来了！说曹到，还剩3个腰弹盒，再开出1个9级腰弹，我就不亏。第一个没有。哦，兄弟们，今天果然是欧皇附体，目前得到2颗9级腰弹。来，把最后一个腰弹盒给他开完，再出1个9级腰弹，我倒立洗头。好吧，没有，差点我就倒立洗头了，只可惜他不给力呀。一火宝盒也不多，也就3个，直接给他开了。依然是炎阳金火，第一个没有，第二个不是，第3个开了个寂寞。最后11个零食袋，怎么着也得扬眉吐气一下子吧。唉，又是脸黑的一天，兄弟们。不过呢，事实证明啊，这个腰弹盒呢，确实要比零食袋好一些。咱们去下界刷了这么多次分裂怪，得到了这么多的腰弹盒，我可以说是每次开腰弹盒，我都可以得到9级腰弹。总体来说呢，还是不亏的。毕竟我们真元也得到了，腰弹也得到了。行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